好不容易加錢搶到綠皮下鋪票，屁股還沒坐熱呢，一個老太太就帶着全家老小把我圍了。妮兒，你睡上鋪去，這位置給我們。啊，你說我嗎？我不可置信地看看他，又看看我鋪了半張床的行李，除了必要的衣物之外，其餘的是我準備帶回家給爸媽的特產，大大小小的有7、8袋東西。我難道看起來很適合爬上爬下嗎？孩子奶奶看我不動，語氣不滿。沒看這兒有個5歲的孩子嗎？你就不能體恤一下老人孩子嗎？怎麼，你沒找着他爸媽嗎？上我这來亂認媽來了？你亂說什麼東西！我喊你趕緊滾上去，這位置讓給我和孩子，孫老爱又懂不懂？唉，我沒忍住翻了個白眼，才上車就遇到奇葩，強制換座的事居然也讓我遇上了。我這麼多東西你看不見，自願原則懂不懂？我現在不想換，就算是乘務長來了也沒用，別以為你老你就了不起。說完我便不再理他。乘務長呢？這裡有人欺負老人啊！哎呦，我這個心吶，好痛！他這一叫喚，車廂裡不少人看了過來，乘務員也匆匆從車頭處擠過來。怎麼回事？什麼情況？这小妮儿不肯換床，可憐我快60的人了，孩子又還小，還得跟着我爬上爬下的，他这也太沒愛心了。他家那孫子也很適時的張口就哭，哭聲哀怨有刺耳。一旁有乘客皺眉：不就換個床嗎？你就讓一讓，又不會掉塊肉。出門在外不要為難老人，老人不容易。還有人說教上我了，我看了他一眼。我不想讓不行，哪條法律規定了他比我老，我就必須讓。你想讓你讓唄。你就不能換位思考一下？你爸媽出門要是被人为難，你好受嗎？我爸媽比較有素質，出門不會搶別人的座位，你放心。你說誰沒素質呢？你說誰呢？奶奶，冷靜，別動手，請您冷靜一下。放開我！他敢罵我，我就得教訓他。別激動，別激動，我先看看有沒有空位給您調停一下，好嗎？好，我要下鋪，最好是軟臥。我只覺得好笑，還想要軟臥呢。這硬臥的下鋪都是我加錢搶的，軟臥更是早就售罄。他倒是想得美，想用硬臥的錢去睡軟臥。果然，乘務員只翻看了幾下就滿臉為難。軟臥、硬臥都沒有合適的了，要不您再等幾站，等明天中午就有空餘的床位了。孩子奶奶一下炸毛了。明天中午，我明天下午就下車了，還要我跟孩子等那麼久？你再找找。你是不是怕折錢，所以沒有認真找啊？乘務員也有些懵了，他沒想到孩子奶奶會突然態度來個180度的拐彎。一旁那些看好戲的也不說話了，這個態度不知道的還以為乘務員欠了他錢。一看這老太太不像是個會講理的主，乘務員只能勉強笑笑。這樣吧，我給您看着，如果中間有空隙的話，隨時喊您搬過去，可以嗎？如果有人來了，您就得讓一讓了。那怎麼能行？我老太婆帶個5歲的小孩，到處搬來搬去，像什麼樣子？磕着碰着了怎麼辦？你就叫這個女的把位置讓給我們不行嗎？我冷笑一聲，這是裝都不裝了。我不換，我東西也多，難道我搬來搬去就很方便嗎？乘務員看到我們兩方爭執不下，一時間也有些為難。還好乘務長過來了。怎麼回事？我沒看錯的話，你們一家是這邊的，上中下3鋪，對吧？那你跟孩子睡下鋪，讓你們兒子兒媳睡中上鋪不行嗎？這話一出，大家恍然大悟。是啊，明明有一張下鋪，完全夠孩子奶奶和孩子睡了，為什麼非要……我以為這裡就他們一雙老人和孩子呢，沒想到他家裡還有其他人在啊，咋不吱聲呢？剛才我就覺得不對勁了，這老東西說話一點都不客氣，好像那閨女欠了他似的。你們有下鋪還想什麼呢？睡你們自己的下鋪就好了。搶別人的幹什麼呢？在眾人的指責聲之中，他們一家4口滿臉不情願的各自回到了自己的位置上。乘務長也驅散了人群，繼續主持秩序去了。我鬆了口氣，坐在床上玩着手機，只是注意力一直在對面的人身上。這趟旅程注定不會那麼輕鬆，因為聽孩子奶奶剛才說的，他們要坐到明天下午，也就是接近終點站才下車。我也是，這中間還有足足30小時的車程，要跟他們待在一塊兒，難免會出什麼幺蛾子。果不其然，才過了1個多小時，隔壁的小男孩就開始鬧了。他奶奶趕忙從包裡摸出了個早就涼了的白馍。車上的東西貴，聽話啊，奶奶給你帶了馍，你吃馍。那小男孩滿臉不情願，他低頭只咬了一口，就反手一巴掌把馍打在了地上。這個好難吃，我不要吃這個。哎，聽奶奶的話，車上的東西貴，等到了站，奶奶帶你去吃好吃的啊。孩子奶奶滿臉無奈，可小男孩眼睛一轉，一下子就盯上了我身旁的禮品袋。我要吃那個。給我吃那個糖糕。小男孩指的正是我準備帶回去當特產的桂花糕。我皺眉，沒理會他說的話。小妮兒，我家大孫子想吃你的糕點兒，給2個唄。他甚至沒說買，直接張口就要。不給，我要帶回去送人的。
孩子奶奶十分不悦。你怎么这么小气？让你换座，你不换就算了，怎么吃个糕点也不给？没看到孩子都饿成这样了吗？男孩十分配合的张口就问：我要吃糖糕，我要吃糖糕，我要死了！这么一会儿，直接引来了周围人的阵阵抱怨。我不动声色地戴上了耳机，加大了手机音量，世界清静了不少。孩子奶奶见说不动我，你也太不懂事了！2块糕点而已，给他吃了解解馋就算了呗，剩下的再拿去送人也没事啊。而且你买的那么多，少送1盒怎么了？我充耳不闻，继續瀏覽着网頁。孩子奶奶見說不動我，乾脆低頭去哄小男孩。行了，人家就摳門不給你，你還能死皮賴臉的錢要啊？沒見過世面的東西，等下了車，奶奶給你去買一模一樣的去。我現在就要吃！那小男孩聽到這話，憤怒地衝上來就要搶，我趕忙護住了我的禮品袋，皺眉看他。搶東西，信不信我報警抓你？小男孩眼睛一瞪，舉手就捶了我一下，這一下可不輕，又敲在我的麻筋上，直敲得我骨頭發麻。不給我吃，你壞，我就要打你！眼看着他打了一拳不夠，抬手還想繼續打，我沒忍住推了他一把。小男孩一個趔趄，一屁股坐在地上，頓時哭得更加情真意切了。你幹什麼？幹什麼對我孫子動手？找死啊！你孫子打我你不管，我推一下他你就知道管了。一個大人跟個5歲孩子這麼計較，還要不要臉了？我看着他，我剛準備還嘴，頭頂上就傳來一道女聲，她遞下來一袋蔥油餅乾，語氣仿佛帶着春風一樣和煦。孩子餓了是吧？我這兒有餅乾，給他拿去吃吧。瞧瞧，有人比你懂事多了，一點吃的而已都捨不得，真掉錢眼裡去了。哼，這綠皮火車上是沒有餐車嗎？想吃什麼東西不知道去買。你家孩子這麼喜歡要飯，建議帶着去天橋上要，還能多要點。你在瞎說什麼？我大孫子怎麼會去要飯？沒等孩子奶奶發火，我頭頂上的女人就下來了。我記得她是上一站剛上車的，並不知道這一家人是什麼德行。此時這位餅乾姐正滿臉挑剔地看着我。我說這位小姐，你打工受的氣不要在別人身上撒，一個4、5歲的孩子而已，能有什麼惡意？一點零食吃了就吃了。我眼睛微眯，這位餅乾姐一定以為自己做了件很正義的事吧？就是，我看她心眼子這麼小，肯定也是個單身老姑娘，沒人要的東西，一輩子都嫁不出去。我沒有理會，嫁不出去這種攻擊人的方法，也只有老一輩人還會有。唉，現在年輕人誰想結婚啊？餅乾姐見我不說話，拍了拍孩子的腦袋。沒事，吃吧，不夠姐姐那裡還有。小男孩也不理他，也不道謝，低頭胡亂地撕開包裝。抓起餅乾就往嘴裡塞，吃得滿嘴流油，餅乾碎屑掉在地上，細細碎碎的看起來十分邋遢。餅乾姐眉頭微皺，但似乎是為了保持人設，什麼也沒有說。我就靜靜地看着這小屁孩，從上車開始，他就沒有吃過正經東西，而且4、5歲的年紀最容易吃壞肚子。這麼一大盒油膩的蔥油餅乾給他吃下去，要是再來點涼水，怕是今晚就會鬧肚子。這孩子奶奶這麼寶貝孩子，真拉肚子了，還不得鬧翻天？不訛個3000、5000的，這餅乾姐恐怕都走不掉。火車轟鳴着向前進了3個小時之後，終於在正午時分停了下來。一開始大家還以為是短暫的停留，直到廣播響起。前方大雪封山，多架列車滯留，等待通行，預計6小時後就可通行，請大家耐心等候。一聽這話，眾人都在抱怨。本來綠皮就夠慢的了，結果還能因為大雪誤點。是啊，這可怎麼辦呀？綠皮車確實不怕大雪，可是動車高鐵怕。有些路段是共用的，那些車把路堵完了，綠皮也只能老老實實的等。唉，真倒霉，我還想早點回家呢。6個小時啊！我帶的食物沒那麼多，看來得餓一頓了。問題不大，至少目前大多數人都是可以接受的，就連我自己也是。除了特產之外，我其實還帶了2包吃的，一方面是為了解饞，另一方面也是怕遇到延誤這種事。什麼情況？怎麼還不啟動？6個小時早過了吧？對呀，到底要讓我們等多久？這不會是唬我們的吧？你們有沒有覺得暖氣好像不暖了？是不是要沒油了？大家也發現了苗頭不對，各種猜測蔓延，所有人心裡都浮上了些恐慌。我拉緊了點被子，氣溫確實在下降，不知道是外面太冷，還是車內的供暖循環出了問題。列車員趕忙前來安撫。前方雪大，已經有人處理了，很快就能走。開什麼玩笑？都停了10個小時了，你知不知道晚上有多冷？暖氣越來越冷，要是凍壞了人，你們負責得起嗎？而且我們到現在都還沒吃飯呢，你們是不是故意賴在鐵軌上？
就想等我们花冤枉錢去買餐吃。大家放心，只要能走，我們會第一時間走，晚點會免費派發盒飯。眾人議論紛紛，都覺得是列車局故意為之。列車員焦頭爛額的解釋：那還等什麼？趕緊去餐車搶啊！不知道是誰喊了一聲，這一聲也無回應，所有人爭先恐後的往餐車的方向跑。列車員嚇得在後面大喊：別急，餐是夠的，這樣會出事的。可不論他怎麼喊怎麼攔，這群陷入瘋狂的乘客們都聽不進去，只顧着往前，生怕落後半步，連帶花生都搶不着。看到這幅場景，我咽了咽口水。在無序的情況下，很容易出現極端的情況。雖然我們目前只被困了10個小時，事態不至於發展成那樣，但我孤身一人，還得罪了隔壁床一家，所以總得小心點。隔壁床的孩子奶奶看我這樣，冷笑一聲：怎麼怕別人搶你的？我沒說話。不去餐車搶，等下沒了，你等着餓肚子吧。我哪敢去餐車啊？且不說這個孩子奶奶了，就連孩子爹都在中鋪虎視眈眈地看着我。我可以肯定，只要我敢離開這裡，他們就會毫不猶豫地把我所有的食物瓜分殆盡。而且現在餐車這麼擁擠，我就算去了餐車，也撈不着什麼好處，甚至可能會被踩踏受傷。我可不是傻子，看我遲遲不走，孩子奶奶冷嗤一聲：走，咱們趕緊去，別讓便宜被別人佔了。足足過去了半小時，他們才抱着大包小包的零食、飲料和泡麵回來。收錢的人根本忙不過來，直接拿了就是。孩子爸爸嘴裡還在抱怨，孩子奶奶也附和：就是都這節骨眼了還惦記要錢，真掉錢眼裡去了。他看我沒反應，白了我一眼。乖孫子，快吃，奶奶給你搶的，裡面還有肉呢。小男孩看着奶奶遞過來的盒飯，上面是糊成一團的飯菜，一看就不好吃。不好吃，我不要吃这個。孩子奶奶也忍不住開口罵道：什麼時候了你還挑？你知道要搶這盒飯多不容易嗎？我不吃，我要吃泡麵。小男孩慘不屈服，奶奶無奈嘆氣：行行行，奶奶這就去給你泡麵。小祖宗，車上的熱水這回其實也早已被哄搶的差不多了。孩子奶奶排了好半天，這才接到了水。她泡完麵回來還在抱怨：水不夠熱，等下面泡不開怎麼辦？孩子爸爸無所謂道：多泡一會兒不就開了？我默默地看着沒說話，直到小男孩迫不及待地打開泡麵，鏟了一叉子放進嘴裡，隨後哇的一聲吐出來。爸爸，麵好硬。他爸拍了一下他的腦袋，隨後拿過勺子：硬也得吃，愛吃不吃，不吃就餓着。孩子撇撇嘴，似乎是不敢忤逆他爸爸。他勉強吃了2-3口，隨後抱着搶來的冰鎮可樂，一個勁地往嘴裡灌。我默默看着，照他這麼吃法，他今天晚上必定拉肚子。小男孩似乎是察覺到了我在看他，他抬頭看向我，臉裡滿是炫耀。有我，球也不給你，活該！真是龍生龍，鳳生鳳，老鼠生的兒子會打洞。我嗤笑一聲，低下頭繼續玩手機，就看你今晚跑不跑廁所吧。凌晨時分，車廂裡靜悄悄的，大家都陷入了夢鄉，小男孩卻在床上翻來覆去的睡不着。你不睡覺，在這裡翻來翻去的，做什麼呢？身上有腸燥，趕緊睡。奶奶，我肚子好疼，我想吐。什麼？哎呦，該不會是不消化吧？就讓你吃盒飯，你偏要吃泡麵，看看，不聽老人言，吃虧在眼前。可是越揉，孩子哭得越厲害。疼死我了，我要上廁所。他一邊大哭大叫着，一邊往廁所跑去，鬧醒了不少人。大半夜吵什麼吵？還讓不讓人睡覺了？孩子生病了，你看不見？你家沒養過小孩嗎？真是沒良心！孩子奶奶也不道歉，反而理直氣壯。一聽到孩子奶奶的聲音，他們就知道是那個不好惹的主，乾脆都閉了嘴。可那小男孩確實是吃壞了，短短2個小時之內，他跑了10幾趟廁所，痛得哇哇哭。廁所可是沒暖氣的，他不僅拉得渾身沒力氣，嘴巴也凍得發白。直到他們一家帶的紙都用完了，這孩子也沒拉乾淨，後面只能把孩子放在洗手台上水洗屁股。孩子奶奶坐在床上，一邊安慰孩子，一邊抱怨。都怪那女的下午給你吃餅乾，肯定是那餅乾壞了。我能很明顯的感覺到我頭上的中鋪動了一下，但是沒敢吱聲。我不免覺得有些好笑。他早上替孩子奶奶出頭的時候可沒這麼慫，原來餅乾姐也怕惹事兒。誰知孩子奶奶一轉眼看到我沒睡覺，聲音又大了些。這都怪你！你要是一開始把糕點給他，他會鬧着吃餅乾。我翻了個白眼。你咋不怪你帶的馍？如果你帶的不是馍而是糕點的話，你孫子也不會鬧着要吃餅乾。沒吃餅乾，說不定也不會拉肚子。孩子奶奶還想還嘴，孩子卻又開始了叫喚。奶奶，我要拉屎，我肚子好痛，
我屁股也好痛。没办法，他只能放棄吵架，陪着孩子继续一趟一趟的泡。洗手台的水其實也是冰涼的。小男孩一邊拉肚子，一邊被他奶奶按着用冰涼的水洗屁股，一受凍又忍不住竄吸，簡直是惡性循環。等熬到了天光微微亮的時候，小男孩早已凍得嘴唇青紫，他拉的都有些虛脫了，嘴唇乾裂，眼底無青，两眼更是空洞無神，只顧着低低嗚咽，說不出半句完整的話来。我知道他再這麼拉下去，恐怕就要電解質紊亂了。我可沒有心情提醒，反倒是孩子奶奶着急地找到了列車員。我孩子拉肚子都快拉死了，你們是死人吗？不知道来管管。乘務员也愣住了，这是不是吃壞了什麼東西？要不喝點熱水？孩子奶奶大喊：喝熱水有什麼用啊？你們趕緊叫車來把我孩子送去醫院。可外面大雪封山，車子進不來。孩子奶奶的態度十分理所當然。那你們不知道給安排直升機嗎？乘務員也傻眼了。這地方是山里，能見度低，直升機進來容易墜毀，不合適。孩子奶奶急眼了。我大孫子都這樣了，你總不能眼睜睜的看着他死吧？墜毀也得叫他們來啊！這簡直是無理取鬧啊！乘務員看了看小男孩，我去看看有沒有合適的藥。可車上的應急藥物一般都是致跌打損傷的，誰會準備孩子拉肚子的藥？聽到沒找着，孩子奶奶忍不住破口大罵：你們列車是要草菅人命啊！我大孫要是有什麼事，我要你們偿命！他正罵着，一旁的小男孩卻眼睛一翻，直接昏倒在了床上。列車员面色一變，心跳慢，脈搏微弱，血壓持續走低。乘務員還是很專業的，孩子奶奶則不然，他大叫着拍着腿：哎呦，你們列車殺人了，殺了我的大孫子啊！如果我大孫子出了什麼事情，你們必須得賠錢，賠錢！此時一直在中鋪和上鋪裝死的孩子爸媽總算是聽到了動靜下來了。孩子爸爸抱着孩子掐人中，孩子媽媽趕忙去聯繫乘務長，孩子奶奶在那裡又跳又叫，但沒有人理他，只顧着看熱鬧。這下他更是徹底瘋狂，一轉頭看到了我，他面色頓時變了。我心道不好，他已經怪叫着撲上來，一巴掌就要扇在我臉上。都怪你！你省那點糕點做什麼？吃了你的桂花糕是能要你命還是怎麼的？啊！你把我孙子害成這樣，你必須給我一個交代，你得負責！我被孩子奶奶的動作嚇了一跳，下意識往後一退，卻忘了這裡是狹窄的車廂，我直接被床沿絆了個趔趄，倒在了地。好在一旁的列車員反應過來，一把拽住了孩子奶奶，他好言相勸：你家孩子明顯是吃錯東西後腸胃炎腹瀉導致的虛脫，人家沒給吃的是對的，怎麼到你嘴裡還成了錯了？要不是他一開始沒給糕點，我們也不會讓孩子去吃那個該死的蔥油餅乾。孩子奶奶哪裡管這些，她叫罵着。一提到蔥油餅乾，孩子奶奶忽然又來了精神，轉頭去看中鋪的餅乾姐，餅乾姐嚇得一哆嗦，往後縮了縮，沒敢說話。孩子奶奶明顯是個欺軟怕硬的人。你是不是故意的？我家孩子還這麼小，你拿這麼油膩的蔥油餅乾給他吃，就是想讓他死，對吧？你還說不夠管你要，你就是存心的。餅乾姐十分委屈的開口辯解：你胡說什麼？不是你孩子在那裡哇哇叫餓，我會給他吃的嗎？說到底是一家人沒有管好孩子，我也是好心，你別血口噴人。聽他在那裡辯解，我只覺得好笑。一開始指責我的時候，餅乾姐不是很義憤填膺、義正言辭嗎？怎麼棍子不打在自己身上不知道疼？好了好了，都別吵了，我先去問問乘客裡面有沒有醫生，看看能不能叫個醫生來處理一下。對對，趕緊叫醫生啊！我跟你一起去。說着，兩人匆匆離開，前往廣播室叫人。很快，全車廣播就應聲響起：現在車上有一名5歲的乘客出現了腸胃炎腹瀉、虛脫休克的症狀，有沒有哪位乘客是醫生？請盡快到第4車廂進行診治。再重複一遍，如果有哪位乘客是醫生，請盡快到第4車廂對孩子進行診治。我站在走廊上前後看了看，四周靜悄悄的。這個點有些人甚至還沒睡醒，而醒着的人更是事不關己，高高掛起。這醫生怕是不好找。但很快我就聽到遠處傳來了一連串不算明顯的腳步聲。趁着這會功夫，我匆匆前往銜接車廂，果然看到了一名戴着眼鏡的年輕男子。你是醫生，來看病的。是你家孩子出問題了嗎？孩子在哪兒？不是我只想說這家人有點難纏，你注意點。誰知這醫生聽了，不僅沒往心裡去，反而推了推眼鏡，開始上下打量着我。我是醫生，救死扶傷是我的職責。這病人只是一個5歲的孩子，不論他家人是什麼樣的人，我都會救治他的。我不知道你跟他們家有什麼過節，但再怎麼說，這個5歲的孩子他都是無辜的。希望你以後不要再通過這樣的方式報復別人，以後好好做人，凡事看開點。告辭。我好心相勸，還被這人說教了一頓。我满臉人迷，剛才我分明在他眼中看到了青天之意。
估計他覺得我是因為跟那孩子的家人起了激情，才會專門過來攔住他。我搖了搖頭，真是好言難勸想死的鬼。我跟在醫生後面慢悠悠地回到了我的座位上。孩子媽媽此時已經帶着乘務長回來了，孩子爸爸懷裡的小男孩依舊沒有半點反應。醫生，你快看看我的大孫咋樣了，到底有沒有事？我掃了一眼我的床鋪，東西都還在，還好。兴許是我離開的時間不長，加上他們一家的關注力都在孩子身上，所以他們沒想到去偷拿我的東西。此時那醫生已經半跪在地上替孩子診斷。没什麼大事，就是吃壞了東西。是不是昨天油膩的東西吃多了？你們讓孩子吃什麼了？一聽到油膩的東西，孩子奶奶頓時來了精神。医生，孩子昨天早上吃了一大袋蔥油餅乾，是不是因为这个導致的？中鋪的餅乾姐聞言，敢怒不敢言。孩子奶奶這是準備餓死他，只要醫生敢承認，他絕對下不了這個車了。到時候不被這一家人扒一層皮還想走，沒門。醫生卻搖搖頭，只是一袋餅乾的話，不可能導致這麼長時間的嚴重的腹瀉。而且你剛才說餅乾是昨天早上吃的，對吧？孩子是什麼時候開始拉的？的時候一直拉到了剛才昏過去。那就對了，應該是晚飯的時候吃了什麼油膩的東西，又或者是喝了生冷的，才導致的腸胃炎。瞧見這個了嗎？舌苔又厚又白，着涼了。孩子奶奶面色一變，很明顯想到了昨晚他給小男孩用涼水洗屁股的事了。可他怎麼可能會承認自己的錯？醫生此時已經站起身，接下來只要禁食禁水，只給孩子少量攝入溫水和電解質，等到了站再去醫院接受治療會好一點。醫生的這一番診斷倒是有理有據的，給出的解決方法也是最合乎情理的。餅乾姐也鬆了口氣，她算是沉冤的血了，她也忍不住陰陽怪氣的開口：還好有醫生在，不然我可就要不明不白的背鍋了，到時候不脫一層皮下得了車嗎？孩子奶奶面色一變，你什麼意思？你想說這是跟你沒關係是不是？剛才醫生不都說了嗎？是孩子昨天晚上吃了太油膩的東西，這關我什麼事兒？你別血口噴人啊！你別以為我不知道，你昨晚泡了杯沒煮熟的泡麵給孩子吃，如果我沒記錯的話，那孩子還喝了一大罐冰可樂吧？你少在這裡胡說！我家孫子昨天除了你的蔥油餅乾什麼都沒吃。你等到了下一站必須跟我們一起走，你得給我孫子賠錢。餅乾姐沒忍住翻了個白眼。你的意思是這個醫生說錯了，你還能比醫生更懂？沒錯，就是這個醫生不專業，他肯定是假醫生，滾，快滾！我孫子不需要你。醫生愣了一下，他只是來幫忙救人的，又沒有收錢，現在還莫名其妙挨了一頓訓，簡直是沒處說理。你這老太婆怎麼這麼不講理？你想惡人也得講事實依據啊！聽他說的，你家孫子就是因為泡麵可樂導致的腹瀉，怎麼能隨便惡人呢？我哪有要故意訛他？你別在這裡胡說，快滾！你們這樣，小心別人下車報警抓你，告你敲詐勒索。別以為警察不管你們老人，關你屁事！走開，走開！快走！沒水平的東西！孩子奶奶大罵着將醫生推出去。臨走之前，醫生回頭看了我一眼，眼神欲言又止。我勾起唇角，早就告訴過他了，是他自己不信邪。只是現在我不以冷嘲熱諷，因為我就怕惹火燒身。等到孩子奶奶帶着孩子去找列車員要熱水和電解質飲料的時候，我默默地收拾了行李，拎着大包小包前往餐車。中鋪的餅乾姐看了我幾眼，卻沒挪窩。我也沒那麼好心勸她。餐車早就被乘客們洗劫一空。此時只剩零零散散幾個工作人員在這玩手機，看他們的臉色，估計也沒吃上早飯。見我來了，一個大哥沒好氣道：這裡沒吃的了，都被搶完了，你走吧。我搖搖頭，我只是過來這邊蹭個座位。怎麼？你買的硬座票啊？不是，是硬臥下鋪。那你怎麼還要來這裡蹭座？硬臥再怎麼也比這破座位舒服啊。聽說餐車物資都被搶完了，幾位也沒吃早飯吧？先墊吧墊吧。什麼意思？這是賄賂啊！大哥說話倒是直接，語氣裡滿是調侃，沒有半點生氣的意思，反而有點期待。確實，昨晚那群瘋子跑來把東西都搶完之後，連員工餐都沒給他們留，他們餓了一晚上肚子，早沒力氣了，不然也不會黏黏的在這玩手機。那行，大妹子你等下，我再喊幾個人。大哥趕忙把周圍幾個車廂的列車員都喊來了，他們順手把車廂銜接處的門也鎖上，免得叫人看見再來搶。隨後大家才像做賊似的鬼鬼祟祟集合，把我的點心放到了中間的餐桌上，這樣才不容易讓外頭的人瞧見。大哥還在嘻嘻哈哈。哎呀，大妹子，你瞧你這麼客氣做什麼？你就算不拿這些點心出來，我們也會讓你蹭座位的。我笑笑沒說話，這裡至少人多，而且都是列車的工作人員，他們還有規章束縛，還有理性。外面的人都是素不相識的乘客，隨時可能會產生摩擦。尤其我還惹了那一家難纏的，時刻得提防着他們下手。現在列車又陷在雪山裡，要真出了什麼事，乘務員也來不及救，更是送不了醫。所以我還不如待在餐車裡安全一點。有了吃的，大家每人倒了一杯熱水，坐在一塊，一邊享用着點心，一邊聊起了車廂裡發生的事。我吐槽了一遍我的臨床，一旁的大姐突然反應過來，你說的是不是一對夫妻帶着個老太和孫子？那孫子一看眼神就很雞賊，還特貪吃。
对，就是他们家。你就是他们！昨天让他们别抢，结果孩子他爸直接冲进来，把我们的员工餐柜子打开，连员工餐都没给我们留。后面他们家抢了我们的盒饭也没怎么吃，就每盒只挑了肉菜和一点米饭，剩下的全丢垃圾。我们平时虽然也不喜欢吃火车餐，但也不能这样浪费啊！他不花钱是不知道心疼，我们可还饿着呢。原来还发生了这样的事，所以昨晚那小男孩不肯吃的盒饭是这些人的员工餐，我也有些气愤。所以刚才广播里叫一声，是因为那个小孙子出了事儿。没错，拉肚子拉虚脱了。哼，也算是给他点教训，活该。也不知道是谁在瞎说我们备菜没备够。其实每辆列车出来都是带够了餐的，结果被他们这么一抢，反而不够了。情绪上来了，大家都忍不住。你们人没有受伤就好了。话说，我们这辆车什么时候能走？检修组还在处理，估計快了，你別太擔心。前面的車子已經清理得差不多了，等過了午飯點，估計就能走了。大哥喝了一口溫開水，他感慨一句：還好你給拿了點心來，不然到下午我們非得餓昏不可。我也是怕沾上事，想在你們這邊等到站下車。你們知道的，那一家子……放心，你就安心待在這裡，我們把門鎖好了，他們過不來找你麻煩的。我點點頭，好，多謝。通過幾盒糕點，我跟餐車的員工們迅速拉近了距離，也分到了一張長椅，得以躺在上面休息。我肚子剛剛吃飽，又喝了溫熱的水，餐車裡的暖氣開得很足，很快我就又睡了過去。我畢竟警惕了一晚上沒咋睡，所以這一覺很沉很沉。直到外面傳來一陣嘈雜的哭喊聲，將我吵醒。這聲音十分耳熟，是孩子奶奶發出來的。開門！快開門！開門！救命啊！我皺眉坐起身，悄悄觀察着門外。只見孩子奶奶哭喪着臉，不停地拍打着餐車的門窗，而她身後站着的是滿臉陰沉的孩子爸爸。孩子爸爸手裡抱着的小男孩，不僅眉頭緊鎖，雙目緊閉，嘴角似乎還掛着點點血跡。這是咋了？這小男孩怎麼開始吐血了？我心裡浮現了一個不太可能的想法。餐車的廚師大哥很不耐煩地走過去。你們有什麼事？這裡是餐車，而且已經沒有餐了。肚子餓了，來找我們沒用。孩子奶奶哭喊道：孩子吐血昏過去了，我們要去9號車廂找醫生，快放我們過去啊！餐車是8號車廂，我原先在4號車廂，他們如果想找9號車廂的醫生，就得穿過餐車，穿過餐車就會看到我。大哥隱蔽地側頭看了一眼，我悄悄往操作間那邊縮了2下，躲開了眾人的視線。大哥看我躲好了，這才開門。謝謝。直到他們一家人呼啦啦地過去，我才從操作間裡鑽出來，看着他們的背影。大哥拍了拍我的肩膀，沒事兒，等他們走了我再鎖門。我點頭。我現在站起身，主要是想看戲來着。9號車廂這邊是硬座，此時車輛停留已經將近24小時，硬座的乘客們臉上都透露着一股怨氣。換誰來在這麼狹窄的車廂裡一直保持一個姿勢坐着，都沒法和和氣氣的。而本就擁擠的像沙丁魚罐頭的車廂，忽然湧進來了一家人，並且他們一進來就是魔音貫耳。醫生啊！快救救我孫子！我孫子要不行了！孩子奶奶一邊哭一邊喊，每個座位尋過去求醫生救命，確保他的每一聲哭喊都能讓所有人聽見，這加劇了眾人的不耐煩。而從始至終也沒有一個人吱聲，也不怪那個醫生不露頭。孩子奶奶不是個講理的，說錯半句話，人家就要罵他醫術不精，不會看病，還要他給孩子負責。他哪裡負得起？可這麼躲着也不是個事。很快，孩子奶奶就發現了醫生的身影，他一個箭步衝上前去。醫生，原來你在這兒，你快救救我孫子吧！他不知道為什麼突然開始吐血，失去意識，還在說胡話呀，怎麼辦啊？不好意思，一步了。求求你快給孩子治病吧！我的大孫子就是我的命，我的命啊！如果是剛才我說你不好，你心裡不舒服，我給你道歉，我有罪。哎呀，你別讓我難做，你家孩子我確實一步了。醫生面色不太好看。到底為什麼？就因為我剛才罵你，你就要記仇嗎？就要我家孫子償命嗎？孩子奶奶站起身，故意大聲說道：我對不起你，你想要老婆子死，還是想要錢，我都可以給，只求你救救我大孫子。他繼續抽自己耳光，他這番話相當於直接把醫生推到了道德谷底，等待萬人譴責。醫生的臉色頓時變得更加難看，周圍人正惱火着，就差個情緒宣洩口。你這醫生怎麼回事？見死不就還是人嗎？病人只是個孩子而已。
就因为人家着急说你2句，你救不救人了？这太冷血了吧！你哪个医院的？举报他，让他干不下去。医生我验证其实一周，直到所有人闭了嘴，他才冲着孩子奶奶大声开口。刚才我去第4车厢时就跟你们说过了，在到站之前，孩子必须禁食禁水，少量摄入温水或者电解质。等到站了，去医院接受治疗。医生顿了下，所以你家孩子为什么吐血？你心里还能没数吗？我不知道，他躺在那里就吐血了。我们不懂医术的怎么知道？肯定是你刚才没看出来孩子有毛病才吐血的。医生也没想到自己会被这家人像狗皮膏药一样缠上。你家孩子怎么可能平白无故吐血？只有一种可能，他吃了东西，而且吃了很油腻的东西。哎，这是什么？是不是泡面汤？孩子奶奶还想狡辩，医生忽然指着孩子的衣领：“你们是不是让孩子吃了泡面？”这话一出，所有人的目光都移到了孩子身上。他们果然也看到了那一片水渍，似乎还带着泡面里才有的干菜叶子。所有人都露出了了然的神色，这又是一次不遵医嘱导致的疾病。你管我家孩子吃了什么东西？现在孩子出了问题，你必须要救他，否则我们要告你非法行医，让你赔得倾家荡產，信不信？医生倒吸一口凉气，他好心救人，这家人还要訛上他。直到此时此刻，他才忽然想起我说难缠到底是什么意思。龟是神差的，他抬头看向餐车的方向，正好跟我对上了眼神。医生的嘴巴微微张开，朝我做了个口型。对不起。我看出来了，他在说对不起。我摇了摇头，现在后悔怕是晚了吧。孩子奶奶还在闹事，又是哭又是叫，又是自己扇自己耳光，又是威胁又是下跪的，弄得车厢里吵闹不堪。乘客们脸上的表情顿时更加不耐烦了。好在乘务员及时赶来，把2拨人拉开。你好，请回到自己的车厢里，不要在别的车厢闹事。我的孙儿马上都要死了，还在这里主持秩序呢！赶紧叫这个医生给他救命！他孙子这情况我救不了。等下一站下车，赶紧去医院，兴许还有得救。医生态度也十分坚决，孩子奶奶当然不依不饶。你就是不想给他救，你就是记恨我之前说你不专业，你见死不救。你当什么医生？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谁，你等我查出来，我要让你在全国都混不下去。他破口大骂，现场完全没法调和，乘务员只能叫来了乘务长，连劝带推的想把他们送回去。谁知这一送反而坏了事。我躲在餐车的操作间里，本来是安全的，谁知孩子奶奶忽然转头，一眼就看到了我。她瞪了我一眼，本来不想说什么的，可她的余光却瞥见了不遠處桌子上才收起來的糕點盒子，盒子空空蕩蕩的，半塊點心都沒有，而且蓋子都沒來得及蓋上，明顯是才吃完的。你把糕點分給這群吃乾飯的公家人吃，都不給我孫子吃！孩子奶奶見狀頓時炸了，她難以置信地轉頭看我，語氣裡全是不可置信。我的糕點，我想給誰吃就給誰吃。如果你早點給我孫子吃糕點，他就不會吃那個該死蔥油餅乾。如果沒吃那個蔥油餅乾，他就不會拉肚子，拉到虛脫。如果不是拉肚子拉到虛脫，他睡醒了怎麼會哭着鬧着非要吃泡麵？如果不是又吃了泡麵，他現在怎麼會吐血昏迷不醒？如果你一開始肯拿你那個該死的糕點出來分，他就不會這樣了。你就是罪魁禍首，你害死了我孫子，你給我償命！孩子奶奶這一番推論簡直是莫名其妙。他家那大孫子就算吃了糕點也不會滿足的，他根本就不是為了吃飽，他就是饞，什麼都想吃，遲早會犯腸胃炎。幹什麼？你們自己沒照顧好孩子，還賴到別人身上。我不管，就是他。他如果願意給我們家一盒糕點，我孫子一路吃糕點吃過來，絕對不會像現在這樣。哎呦，我的大孫子，都是這女人害死了你！你將來要是出了什麼事，記得找這個女人索命。我清了清嗓子，我說你這個老東西，真是老太太進被窩給爺整笑了。哎，什麼？你在說什麼？孩子奶奶聽得愣了一下。你們家裡是揭不開鍋了，一上車就開始四處要飯吃，要不到就搶。真是屎殼郎戴面具，臭不要臉的東西！而且你們吃別人的東西，還讓別人賠錢，沒訛上錢，你們是不是很失望？真是 HR 體力質不幹人事呢！真沒見過你們這種不要臉的人。醫生喊你們禁食禁水，你們就當放屁。現在孩子快入土了，你知道後悔了？知道什麼叫30晚上辦年貨嗎？來不及了。還有我把糕點給人家工作人員吃怎麼了？人家吃了能開火車，能幹活，你孫子吃了只會上吐下瀉，浪費東西。說不准我這2塊糕點下去，給你孫子吃出個長庚組，你還得賴上我。最見不得你們這種拉不出屎怪地心引力的，怕是呼吸同一片空氣。你都要怪我傳染了你的大孫子。說起來你們還得謝謝我，你們帶頭搶了列車員工做餐，要不是我還帶了點糕點，他們早餓暈了。等他們睡醒再開車，你孫子都能入土了，哪能活到現在？我一口氣說了一長串，孩子奶奶氣得面色發白，不住地捶着胸口。哎呀，哎呦，
你这会儿要是倒下了，这车上可没医生能救你。毕竟不是所有人都敢非法行医的。孩子奶奶提了一口气在心口，上不去下不来，既不敢倒下，又气得不行。她只能狠狠瞪我一眼，在列车上的护送下回了自己的车厢。医生满脸歉意的在我对面坐下。我只是想跟你说一声对不起。我不知道你是为了我好，还以为你是不想让我救人呢。我摇头没有说话，对方毕竟不知道全貌，只有一腔救人心切的心思，他也算不上有什么错，只是太过天真了一点。但我跟圣母说不上话，只顾着看车窗外的雪景。那个医生上下两声，没有继續搭话，但他也赖着不走了。我们就这么默默坐着，直到火车轰鸣着開始前進，周圍的乘客散發出一陣陣歡呼聲。終於能離開這個鬼地方了，太好了！這一路可真夠鬧騰的，還好挪窩了。聽說下一站就會補盒飯什麼的，我都快餓死了。眾人嘰嘰喳喳地討論着，即便隔着銜接車廂，我也能夠清晰地聽到他們的聲音。我心裡鬆了一口氣，主要是因為我們距離下一站不過半個小時的車程，下一站那難纏的一家子就會下車，這樣我就安全了，也可以回自己的床位了。那醫生似乎也是這麼想的，他面上的表情輕鬆了許多，看向窗外的眼神裡充滿了喜悅。只是忽然定過一聲，我聽到有人快步跑向這節車廂，腳步又重又急，橫衝直撞的，像是頭水牛一般。等我抬眼望去，只見孩子爸爸面色痛苦，手裡舉着一個巨大的行李箱，狠狠地朝着我的這個方向砸來。面色一變，隨即往餐桌下一縮。那醫生避之不及，雖然躲開了些，但仍舊被行李箱狠狠地砸在了肩膀。他痛得大叫一聲，回頭看到孩子爸爸，頓時嚇呆了。為什麼對我動手？老子要你們兩個償命來！孩子爸爸目眦欲裂，我眼尖地發現他的衣領上沾了些血跡，很新鮮，像是剛沾上去的。後面的車廂也有些亂糟糟的，似乎發生了什麼事。他還傷了別的人，這是誰的血？忽然我的腦海之中莫名閃過了餅乾姐那張圓臉，這孩子爸爸該不會是對餅乾姐動手了吧？沒等我細想，孩子爸爸已經走上前來，一把揪起了醫生的衣領，抬手就往他的臉上打去，只一拳他就把醫生打得嗷嗷叫。我眼看着醫生的眼鏡破碎飛濺，在他臉上劃出好幾道口子，他的鼻血和眼淚幾乎是同一時間湧出來的。我面色一變，抬手就將桌上的行李箱狠狠地往孩子爸爸那裡推。孩子爸爸避之不及，一下撞得他悶哼一聲，可他不僅沒有倒下，眼中的怒火更甚。孩子爸爸放開醫生，伸手就要來抓我，我趕忙側身一躲，就往後面的車廂跑。後面車廂人多，搞不好乘務員也在那兒，總之能攔一攔。可我高估了自己跑步的速度，沒跑出去幾米，身後就傳來一股巨大的拉力，那男人死死勾住我的衣領，沙包大的拳頭朝着我的耳畔而來，我甚至能聽見陣陣破風聲，以及身後車廂裡那些乘客倒吸涼氣的聲音。完了，就不應該出這個風頭。還好那拳頭在離我只有不到5厘米的時候忽然遠去，我回頭一看，是乘務長氣喘吁吁地拽着他，嘴裡高聲不知道。住手！你在幹什麼？你已經打傷2個人了，還要繼續犯罪嗎？孩子爸爸充耳不聞，甚至反手就要去做乘務長。好在那醫生搖搖晃晃地站起來，哪怕鼻血還在流，掠過來拉架。我能清晰地聽見後方和前方的車廂都不斷地在有乘務員趕來，一旁的操作間裡也有認識的大叔大媽走出來。他們見此情形，趕忙衝上來，將孩子爸爸團團圍住。相信他們很快就能夠制止住孩子爸爸。我鬆了口氣，只覺得腳下酸軟，沒忍住靠在門邊緩緩蹲下。你沒事吧？沒事兒，我就是跑得有點腿軟，我沒事兒。傷員2名，一名臉部受傷，暫無大礙，另一名手臂骨折，多處軟組織挫傷。後面的乘務員也在匯報着傷員情況，這個意識不清的，說的一個就是餅乾姐。我心頭一涼，沒想到就因為一點沒來由的猜忌，這孩子爸爸就敢對其他乘客下死手，果然是蛇鼠一窩。乘務長滿臉嚴肅的點點頭，控制好孩子媽媽和奶奶，別讓他們繼續鬧事，下一站全部壓下去。他說着低頭看了一眼眼睛猩紅的孩子爸爸，不由得嘆了口氣。哎，你這是何必呢？這下只能在牢裡過年了。老子兒子都沒了，去哪裡過年又有什麼大件？我必須要讓這些人給我兒子償命！一個都別想跑，一個都別想跑！孩子爸爸紅着眼，低聲嘶吼着，他惡狠狠地瞪着我。我毫不懷疑，如果沒有手銬，他早就衝上來撕碎我了。乘務長不聽他廢話，直接把人帶走。下一站，所有的傷員以及他這個犯罪人員都必須被押下車。很快列車到站，隔着重重疊疊的人群，我能夠清晰看到有人用擔架和白布抬了具小小的屍體下車。原來那個熊孩子真的死了，就為了貪那幾口吃的，硬生生把自己作死了。不過也或許他是被家裡人的溺愛害死的。而孩子奶奶跟在擔架後面，破天搶地，嘶啞的聲音讓路過的人都忍不住。有人在車上去世了嗎？哭的人是誰？擔架上躺着的好像是個小孩啊。估計是這趟車在山裡被困了20幾個小時，才重新啟動。這孩子該不會是被凍死的吧？
不知道这下鐵路局要賠多少錢了，押輿論也不知道要花多少錢。掏錢人命啊！這一車的列車員都在掏錢人命啊！他們對我的大孫見死不救。這車上明明有醫生，卻對我的大孫子見死不救。我要告他們，我要讓他們全都付出代價。大娘，到底發生什麼事了？遇到什麼困難了可以告訴我們，我们在网上替你发声。对，不要害怕，我们都帮你。我的大孙儿在车上吃了别的人给的东西，结果犯了肠胃炎，上吐下泻，拉到混血。是当时车子被困在了山裡，根本动弹不得。我们老人家懂什麼，只能向車內的乘務員求助。可他們既不派車，也不派飛機來，就硬看着我大孫生病。而且這車上明明有醫生，他卻不肯救命。這什麼醫生啊？哪有這樣見死不救的？要是查出來，直接去投訴他。這樣的醫德根本不配當醫生，太過分了！告他！必須告他！必須告他！那個醫生是誰？等下上車，我們幫你把他抓出來，必須問出他在哪裡上班。告他！我能明顯感覺到身旁的醫生顫抖了一下，往後縮了縮。他明明也是受害者，可孩子奶奶只用幾句花言巧語，那些人就要生吞活剝了他。這個社會的醫患關係已經夠緊張了，偏偏還有孩子奶奶這種顛倒是非的人存在。眼看着孩子奶奶就要伸手指向餐車，我見不得醫生這麼慫的模樣。你不遵遺囑，讓你大孫子亂吃東西，吃死了還要賴醫生，要告人家非法行醫。你兒子打傷人剛被帶走，你還在這裡散播謠言，是想全家都到牢裡去過年嗎？歸根結底就是你太小氣，老天爺呀，惡人還要先告狀，太不講道理了。孩子，你還有臉說？要不是你這個毒婦不給糕點吃，我孫子又怎麼會死？聽他在這裡哭，一旁還沒上車的乘客瞪向我。你也太過分了吧！為了幾塊糕點害死人家的孫子，難道不覺得羞愧嗎？你就該賠得傾家蕩產！現在的年輕人一點愛心都沒有，趕緊拍他，曝光他，讓他出名！眼看着爭吵就要升級，餐車內的大叔大媽們也顧不得搬運盒飯了。剛才被帶走的就是他兒子，在車上亂傷人，還差點把醫生眼睛打瞎。大媽，他們不聽醫囑害死孩子，還想賴到醫生頭上，你們幫他為非作歹不成？一聽這話，全場愕然。如果我一個人這麼說，可信度當然很低。可如果所有人都這麼說呢？就連列車上的工作人員也這麼說呢？那可信度真是蹭蹭往上漲。你怎麼還在這兒？趕緊跟上，在列車上散布恐慌謠言，跟我們走一趟吧。你們怎麼敢抓我？我可是有心臟病的，我是老人啊！火車很快按時出發，作為補償，餐車的大叔大媽們給我上了份用料豐富的免費盒飯套餐，還有新鮮的果盤、滷菜。下一站我就該下車了。一旁一直沒說話的醫生站起身，那個方便加個聯繫方式嗎？我下一站就下車了，以後希望能邀請你一起出來。我卻緩緩開口道：我有巨物恐懼症，我害怕大廈比。醫生明顯沒能明白我在說什麼，說完我就拎着行李下了車。醫生在原地愣了很久，好半天才像是反應過來了什麼，他忍不住笑出了聲。原來